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婚恋故事，一个跨越海峡的爱情，以及一个家庭认知彻底改变的故事。小雨是江苏苏州人，家里做小生意，条件还不错。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算是标准的白领丽人。3年前的一次商务会议上，他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伟。阿伟是台北人，家里是做科技产业的，他自己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是个技术宅男，性格温和，做事认真。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跨海恋爱。刚开始，小雨的父母听说女儿跟台湾人谈恋爱，第一反应居然是：哎呀，台湾那么穷，你怎么找个台湾的啊？这可把小雨气坏了。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哪来的刻板印象？台湾可发达了，阿伟家条件也特别好。但小雨爸爸还是摇头，我们这儿电视上不是老演台湾人来大陆被我们的高楼大厦震惊吗？那边不是农业岛吗？还守着那么一点点地方，能有什么大发展？小雨妈妈也附和，是啊，我听老刘家的说，他们亲戚嫁到台湾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电动车都买不起。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小雨哭笑不得，只能不断发台湾的照片给爸妈看，但爸妈还是不信，他们总觉得女儿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看什么都是好的。2年的异地恋后，小雨和阿伟决定结婚。在这期间，因为疫情和各种原因，小雨的父母一直没能去台湾，只是通过视频见过阿伟和他的家人。办婚礼时，阿伟特意回到大陆，在苏州给小雨补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中式婚礼。小雨爸妈对阿伟的印象很好，觉得这个女婿有礼貌、有教养，对女儿也特别好。但他们心里还是有个疙瘩，女儿嫁去台湾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婚后，小雨跟着阿伟去了台湾。刚开始每天视频，小雨都说生活挺好的，但父母总担心女儿是报喜不报忧，实际上过得不如在大陆时风光。直到今年春节，小雨爸妈终于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准备去看看女儿到底过得怎么样。老刘家的说，台湾房子都特别小，肯定没我们家宽敞。收拾行李时，小雨妈妈念叨着，我们带点好东西过去吧，听说台湾物价高，啥都贵。小雨爸爸也跟着说，就这样，小雨爸妈拖着2个大行李箱，装满了各种补品、零食和日用品，信心满满的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飞机刚落地，小雨爸妈就被桃园机场的现代化设施惊到了。宽敞明亮的候机楼，高效的行李传送系统，干净整洁的环境，这跟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这机场比我们那边的还气派啊！小雨爸爸忍不住感叹。阿伟开车来接他们，小雨爸妈看见阿伟开的是一辆崭新的特斯拉，又是一惊，这车得小几十万吧？小雨爸爸小声问小雨，台湾的特斯拉比大陆还贵呢，因为要交高额进口税。小雨笑着回答。一路上，小雨爸妈东张西望，看着台北的街景，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建筑，随处可见的绿化带和公园，井然有序的交通。虽然没有大陆1线城市那种摩天大楼林立的壮观，但处处透着精致和人文关怀。台北怎么这么干净？小雨妈妈惊讶道，路上连个塑料袋都看不到。台湾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大家环保意识也强。阿伟笑着解释，我第一次去苏州，被你们那儿的高楼震撼到了，但回来后才发现，我还是喜欢台北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很快到了小雨和阿伟的家，这是一套位于信义区的复式公寓，虽然面积不算特别大，但胜在地段好，装修也很精致。这房子多少钱啊？小雨爸爸忍不住问。爸，这边房价可不便宜，这套差不多1亿台币左右。小雨说。1亿台币，小雨爸爸倒吸一口冷气，快速换算了一下，那不是2000多万人民币，这才多大点地方啊？爸，这可是信义区，就相当于上海的陆家嘴。小雨解释道，台北寸土寸金的，能在这买到房已经很不错了。小雨妈妈参观着女儿的新家，看着设计精良的厨房、宽敞的客厅和舒适的卧室，心里的石头慢慢放下来。你们家东西怎么这么少？小雨妈妈奇怪地问，看着简约风格的装修。妈，这叫极简主义啦。小雨笑着说，台湾很流行这种风格，东西少，好打理，也显得空间大。
晚上，阿伟的父母也来了，给小雨爸妈带来了满满一桌子的台湾特产。阿伟妈妈是个温柔贤惠的台湾女性，说话轻声细语，但能感觉出教养很好。阿伟爸爸则是标准的成功商人形象，谈吐不凡。小雨在台湾还习惯吗？阿伟妈妈温柔地问小雨爸妈。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想家。小雨笑着回答。那是当然的，阿伟妈妈点点头。我们会把她当女儿看的，您二位放心。饭桌上，两家人聊得热火朝天。阿伟爸爸谈到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小雨爸爸才知道，原来阿伟家在新竹有一家半导体设备公司，是台湾科技业的中坚力量。台湾的科技业可了不起了，阿伟爸爸自豪地说，我们的芯片、精密仪器在全球都很有竞争力。小雨爸爸点点头，我原来以为台湾就是农业为主，没想到科技这么发达。以前是农业岛，但现在早就转型了。阿伟爸爸笑着说，不过我们的水果确实很棒，明天带你们去尝尝正宗的台湾水果。饭后，阿伟提议带两位老人家去附近的夜市逛逛。台北的夜市热闹非凡，各种小吃摊位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小雨爸妈看着干净整洁的摊位和排队购买的当地人，又是一惊，这夜市也太干净了吧，比我们那边卫生多了。小雨妈妈感叹道，台湾的食品安全管理特别严格。阿伟解释道，每个摊主都要持证上岗，而且经常有突击检查。品尝着台湾特色小吃，蚵仔煎、卤肉饭、珍珠奶茶，小雨爸妈的心情越来越好，这味道真不错。小雨爸爸吃着卤肉饭赞不绝口，比我想象的强多了。回家路上，小雨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看来我们之前真是有偏见啊，台湾发展的挺好的。小雨妈妈也点点头，是啊，女儿嫁过来，生活质量一点都没下降。第二天，阿伟请了假，专门带小雨爸妈去参观台北。他们去了台北101，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台北市，去了故宫博物院，欣赏中华文化的瑰宝，还去了阳明山，感受台湾的自然风光。小雨爸妈不断被台湾的美景和人文底蕴所震撼，台湾的公共设施也太完善了吧。小雨爸爸坐在捷运上感叹，地铁干净的能吃饭，连一片纸屑都没有。这边的公德心特别好，阿伟解释道，大家都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在故宫博物院，小雨爸爸看着珍贵的文物，感叹道，这些宝贝保存得真好啊。阿伟点点头，是啊，虽然两岸有过隔阂，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是一样的。这句话让小雨爸爸心里一暖。下午，他们去拜访了阿伟的祖父母。阿伟的祖父已经9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谈吐不凡。他曾经是台湾一所大学的历史教授，知识渊博。我年轻时去过苏州，阿伟祖父回忆道，那园林美得不得了，天下第一啊。是啊，我们那边的园林确实不错。小雨爸爸笑着说，有空您再去看看，现在保护得更好了。两岸本是一家人，阿伟祖父感慨道，文化是相通的，血脉是相连的。隔了那么些年，现在通婚越来越多，是好事啊。晚上，阿伟带全家去了台北一家米其林餐厅。小雨爸妈看着精致的餐点和优雅的环境，又是一惊，台湾的餐饮业这么高端啊。小雨妈妈小声问女儿，妈，台湾的美食文化可丰富了。小雨笑着说，从路边摊到高档餐厅，品质都很有保证。第3天，阿伟带小雨爸妈去了他的公司参观。阿伟在新竹科学园区的一家半导体公司担任技术主管，负责芯片研发。小雨爸妈参观着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和实验室，不禁感叹台湾的科技实力，这么先进的设备。小雨爸爸看着无尘车间里的精密仪器，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都是数1数2的。阿伟的同事小林介绍道，我们的芯片出口到全世界，那你们工资待遇怎么样？小雨爸爸忍不住问。还不错啦。小林笑着说，虽然没有大陆1线城市那些互联网公司那么夸张，但生活质量有保障，而且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中午，阿伟的公司食堂提供的饭菜精致可口，小雨爸妈尝了尝，赞不绝口。这伙食也太好了吧，比5星级酒店还讲究。小雨妈妈夸张地说，公司很注重员工福利。阿伟解释道，食堂每天都有不同的菜单，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搭配，
参观完公司，阿伟带他们去了新竹的一个科技博物馆，详细介绍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小雨爸爸听得入迷，不断点头。原来台湾的科技这么厉害，我以前真是孤陋寡闻了。小雨爸爸感慨道。晚上回到台北，阿伟带他们去了台湾大学参观。宁静的校园，古色古香的建筑，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小雨爸妈印象深刻。台湾的教育也很不错嘛。小雨爸爸看着图书馆里专心学习的学生说，是啊，台湾的教育很注重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阿伟说，我们将来的孩子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他能在台湾和大陆都接受教育，取长补短。孩子，小雨妈妈眼睛一亮，你们有消息了。小雨和阿伟相视一笑，点了点头。啊，太好了！小雨妈妈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要当奶奶了。当晚，小雨和阿伟正式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小雨已经怀孕3个月了，这让2位老人家喜上加喜。所以这次请你们来，除了看看我们的生活，也是想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小雨笑着说，真是太好了。小雨爸爸激动地说，不过孩子以后跟谁姓啊？当然是跟阿伟姓啊。小雨理所当然地说，在台湾，孩子一般都跟父亲姓，这倒是跟我们那边一样。小雨爸爸点点头，不过台湾也有跟母亲姓的。阿伟补充道，现在法律允许父母自己选择孩子跟谁姓，很自由的，这么开放。小雨爸爸有些惊讶，台湾的性别平等做得很好。阿伟解释道，在很多方面，女性的权益受到很好的保障。第4天，阿伟带小雨爸妈去了台中和高雄，让他们看看台湾其他城市的风貌。台中的艺术氛围，高雄的港口建设，都给小雨爸妈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雨爸爸感慨道，不像我们那边，有时候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长得太像了。在高雄的一家海鲜餐厅，他们品尝了新鲜的海产，这虾也太大了吧！小雨妈妈惊讶地看着盘子里的大虾，而且很新鲜，完全没有腥味。台湾四面环海，海鲜资源丰富，阿伟解释道，而且这边对食品安全要求特别高，所以品质有保障。第5天，阿伟带他们去了台东，参观了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台湾的多元文化真丰富啊！小雨爸爸感慨道，汉族文化、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的影响，还有现代西方文化融合的很有特色。阿伟点点头，这就是台湾的魅力所在，多元包容。在台东的一个小渔村，他们住进了一家民宿。民宿的老板是个热情的台湾阿嬷，做的早餐让小雨妈妈赞不绝口。阿嬷，您这早餐太好吃了。小雨妈妈由衷的赞美道。哎呀，没什么啦。阿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都是自家种的蔬菜，新鲜得很。晚上，阿嬷邀请他们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在星空下，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台湾人的生活好惬意啊！小雨爸爸感慨道，不像我们那边总是忙忙碌碌的。是啊，台湾人很注重生活品质。阿伟说，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工作。第6天，他们回到了台北。阿伟带小雨爸妈去了一家台湾的社区诊所，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台湾的医疗服务也太好了吧！体检完后，小雨爸爸惊讶地说，医生详细解释每一项指标。护士态度也特别好，一点都不像我们那边的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医生护士脸都绷着。台湾的全民健保做得很好，阿伟解释道，基本上人人都能享受到质量不错的医疗服务，而且费用合理。那小雨怀孕了，医疗保障怎么样？小雨妈妈关心地问。妈，您放心，小雨笑着说，台湾的产检、生产都有健保，而且产假也很长，阿伟还能请陪产假呢。真的假的？男的也有产假？小雨爸爸惊讶地问。是啊，台湾很注重家庭，阿伟解释道，孩子出生后，父母都能有时间陪伴。晚上，阿伟的父母邀请大家去他们家吃饭。阿伟父母住在台北郊区的一栋别墅里，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哇，这房子真气派！小雨爸爸忍不住赞叹道，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老房子。阿伟解释道，在台北市区买这么大的房子可买不起啊。阿伟妈妈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有台湾特色菜，也有几道江苏菜，特意为小雨爸妈准备的。我特地学了几道苏州菜，不知道合不合口味。
阿伟妈妈有些忐忑地问。小雨爸妈尝了尝，惊喜地说，太香了，比我们做的还正宗。阿伟妈妈开心地笑了，那就好。小雨常说想家了，我就想着学几道家乡菜给他解解馋。这句话让小雨妈妈心里一暖。饭桌上，阿伟爸爸提议，等孩子出生后，要不你们也搬过来住一段时间吧，帮忙照顾孩子。这个吗？小雨爸爸犹豫了一下。爸，台湾对大陆居民有长期居留政策。小雨解释道，你们可以申请依亲居留，每次最长可以住6个月呢。真的吗？那太好了。小雨妈妈高兴地说，正好我们退休了，有大把时间。对啊，阿伟妈妈附和道，我们可以一起带孩子，轮流来，孩子有4个爷爷奶奶疼，多幸福啊。饭后，两家人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气氛温馨。说实话，我们一开始真的很担心，小雨爸爸坦白道，总觉得女儿嫁到台湾来会受委屈，这我理解。阿伟爸爸点点头，两岸信息不对称，有些误解很正常。我第一次去大陆出差，也被那边的发展震惊到了。是啊，这次来了才发现，台湾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小雨爸爸感慨道，生活品质高，社会秩序好，人文素养也强，难怪小雨愿意留在这里。其实两岸各有优势，阿伟妈妈温和地说，大陆发展速度快，机会多，台湾节奏慢一些，但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不错。没错，小雨爸爸举起茶杯，祝愿两岸关系越来越好，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干杯！大家举起茶杯，相视而笑。第7天是小雨爸妈在台湾的最后一天，小雨和阿伟带他们去了九份，这个因悬崖上的金鱼姬而闻名的小山城。在红灯笼高挂的老街上，小雨爸妈买了不少特产，准备带回去送亲友。台湾的手信真多啊！小雨妈妈开心地说，凤梨酥、牛轧糖、高山茶，样样都好吃。妈，您不是说台湾物价高吗？小雨笑着问，怎么买这么多？物有所值啊。小雨妈妈理直气壮地说，质量好就值这个价。傍晚，他们在一家海边餐厅吃晚饭，落日的余晖洒在海面上，金光闪闪，美不胜收。台湾的环境真好啊，小雨爸爸感慨道，空气清新，到处是绿化，连海水都比我们那边干净。台湾很注重环保，阿伟解释道，政府投入很多资源保护环境，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很强。看来我们还有很多要向台湾学习的地方。小雨爸爸若有所思地说。晚饭后，小雨爸妈提出要单独和女儿谈谈，阿伟体贴地离开，给他们留出空间。小雨爸爸语重心长地说，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感受了很多，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是啊，小雨妈妈眼含泪水，一开始我们真的很担心你在台湾过得不好，现在看来是我们多虑了。爸妈，我知道你们爱我，才会担心。小雨感动地说，我很幸福，阿伟对我很好，他的家人也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我们看得出来。小雨爸爸点点头，阿伟是个好孩子，有担当，对你也有爱心，他父母也很开明，很包容。我只是有时候会想家，小雨坦白道，想您们，想苏州的一切。傻孩子，小雨妈妈拍拍女儿的手，家永远是你的后盾。现在交通这么便利，你想家了，随时可以回来啊。而且我们也可以常来看你。小雨爸爸补充道，等孩子出生后，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飞过来。老实说，小雨妈妈悄悄地说，我觉得你在台湾的生活比在国内还好呢。妈，小雨笑着娇嗔道，那我当初工作多辛苦啊。不一样，小雨妈妈摇摇头，在这里你过的是有质量的生活。阿伟也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家务活都会做，多贴心啊。是啊，小雨爸爸也点头，台湾男人普遍比较顾家，这点很好。所以啊，小雨妈妈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你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带阿伟和他的家人，也要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小雨重重的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送行那天，全家人都去了机场。临别时，小雨妈妈紧紧抱住女儿，眼泪不停地流。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小雨妈妈不停地叮嘱。知道了，妈。小雨也哭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雨爸爸拍了拍阿伟的肩膀，女儿就交给你了，好好对她，好好对她。爸，您放心。阿伟郑重地点头，
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雨和孩子。阿伟爸妈也依依不舍地和小雨爸妈道别，有空常来啊。阿伟妈妈热情地说，我们是一家人了，一定一定一定。小雨妈妈点头，等孩子出生，我们肯定来。看着小雨爸妈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小雨忍不住又哭了。阿伟轻轻搂住她的肩膀，没事，他们很快就会再来的。我知道，我知道。小雨擦掉泪水，微笑着说，我只是太感动了。这次他们来，不仅消除了对台湾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彻底放心了。是啊，阿伟点头，两岸的融合，从我们这样的家庭开始。回家路上，小雨收到了爸爸发来的信息，到家了，别担心。这次台湾之行，让我和你妈都很开心，女儿，我们为你骄傲。两岸一家亲，血浓于水，祝你们幸福。看着这条信息，小雨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她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对还未出生的宝宝说，宝宝，你将来有福了，有2个家乡等着你去探索呢。阿伟握住小雨的手，两人相视而笑。窗外，台北的阳光明媚灿烂，就像他们的未来一样，充满希望。朋友们，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跨越海峡的爱情，冲破误解的亲情，以及两岸融合的希望。希望每一对像小雨和阿伟这样的两岸恋人都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和家人的祝福。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故事，别忘了点赞关注哦。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